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民进党发言人吴峥。吴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李公南、黄创夏，大家谨言慎行。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钟小平，我今年属蚕，经络寒蝉。好 ，OK。资深媒体人柯仁俊，大家好。财经专家许清煌。吴哥好，大家好。好，那再一次提醒现场所有的来宾，因为已经进入了最后的10天，所以呢，在过程当中，各位请不要提到任何跟民调有关系，包括不管是数据啦这些，甚或具有民调外观的一些可能的情形，好吧？所以那个在字里行间里面，很多的一些词大概都不要用 ，OK？ 好，那可是问题是。这个整个罢免到现在剩下最后的10天，最后10天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最后10天里面，对于各阵营来讲的话，那一定会利用这个黄金时间造势的啦，各方面的一些情形。好，我们现在先来看，因为这几天讨论最多的就是包括像台电拨补的1000亿，然后包括蓝营的普发每个人1万，像这样的一些情形。而当然台电因为南部的一些风灾的一些关系，台电一直都还在抢救当中。当然很遗憾是也传出了。就是有台电员工抢救过程当中，因为遭到电击的一些情形，那在过程当中，现在还在抢救当中。当然，状况希望能够越来越好，能够康复。可是这件事情出来以后，也把整件事情，包括赖清德总统亲自去看创下。这些就是在过程当中，大家在讲。当讲到台电，你说那个1000亿啦，当讲到国民党跟民众党所做的普发，这些跟钱有关系的时候，老百姓一定会关心。然后这时候因为又发生风灾的一些关系，那台电已经是卯足了全劲去抢救，那这些的情绪氛围是不是都会有一些相互的连结？我们为什么讲说现在要谨言慎行？因为他现在已经距离10天，在法律上我们每个人都要谨言慎行，不然的话，对不对？我们1年要赚的钱都很难赔下去。但是另外一个在政治上，因为现在情绪最浮动的阶段，政治人物更要谨言慎行，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当情绪正在最浮动的时候，任何有机会被人家引用或不适当的语言，都可能造成强烈的反作用力。那我们知道台电呢，其实我们过去曾经有一个报道，台电的蜘蛛人是全台湾最危险的行业，至少排在前5名。什么叫蜘蛛人？就是你看到爬在电线杆上面维修的人，所以如果出了事情，大家都会特别的不舍，因为他是带给我们光明、带给我们用电的人，尤其在现在这个阶段，9天了、7天了，不眠不休，他们只是在抢这个电，然后抢这电，一个36岁的台电工人受到了一些不幸，那大家其实就要感谢他们，更希望能够好好的，希望他能够度过这个难关，所以。赖清德总统立刻去看他，这作为一个总统本来就是应该的，因为这个已经不是单一个案的台电状况，而是现在台湾正在全面抢修上次台风引来的一个效应。这个时候谨言慎行最重要。可谨言慎行最重要的时候呢，政治人物你就不要在这个时候用了一些语言。然后像这个牛许婷呢，是在上个礼拜他曾经用了一件事情，因为现在大家我们通常有人出事的时候。都会讲集气嘛，那上个礼拜他在讲，就是那时候他已经是因为当时我们不记得那个晚上9点吃便当的照片或什么的，所以他这个不是因为现在这个员工，但是上个礼拜，但是很多的包含你就看到，大家就想到叫我们一起集气呢，那是已经装叶克膜才要集气的，那现在在这个阶段里面，就在今天成了一个新的引爆点，就是大家就觉得你刘启婷讲这种话。就跟先前的热色一样，所以今天在网络上很多人都在讨论牛许婷曾经讲过的这段话。然后另外呢，就我们好久没看到，而且据说是护理师的陈昭姿姐姐又出来了。因为呢，今天就在立法院里面就叫郭志辉，这个经济部长台电是他的直接的，所以郭志辉去看那个台电的员工去关怀。那本来是他的职责所在，但是因为缺席了，然后呢，他竟然会问的是说，台湾第一叶克膜专家是谁？不就是柯文哲吗？放他出去抢救，不是更有用吗？第一个柯文哲那是当年他的论文开始做，可是现在台湾多少人会操作科技？是啊，而且现在这个员工不是已经装上去了吗？装上去之后，而且直到目前我们知道的新闻资料，状态是越来越稳定，所以还在加护病房。那你在这个时候，你
柯文哲干嘛？要扯柯文哲，就是你等于是把这个情绪故意转嫁。所以我说现在这个时候呢，你这个时候都会造成强烈的反作用力，造成的是反感。然后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就变成说，你们是不是认为说，在讥讽，这个台电变成是就是像讲的叫情勒，这没有情勒问题。可是，在这个时候，如果不谨言慎行，不知道现在这个10天之前，我们从选举就知道，大概支持的意向都一定，只是我后面有没有那个动力，或有没有什么情绪，我一定要出去投那一票。你越不谨言慎行的人，你会得到更强大的反作用力。我觉得可不可以直接请问一下，因为我刚刚讲包括这几个议题，那其中一个当然就是讲说是台电拨补这，因为这些都跟立法院在上礼拜的时候的一些的攻防有关系，拨补1000亿啊，然后包括普发1万元啦这些事情，因为风灾在这个时候抢救的过程当中，当这些议题全部都被摆在一起的时候，你看到最近蓝营有很多都是在攻击那个风灾的过程当中，那不管是从总统啊、行政院长所有在过程当中的讲的一些话，蓝营的重点摆在这一块。这一块对你们来看的话，你们觉得这一块摆在这个地方，那会造成什么样一些的效应吗？当然，真的非常遗憾，发生了电击像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刚刚讲说赖建中，我去看，大家都希望说那个员工能够尽快的康复。那这些事情在过程当中，是不是能够某种程度消弭了一些在那个过程当中因为风灾产生一些的影响？你们有任何听闻说下个礼拜赖清德总统要宣布戒严吗？因为国民党说什么奥博10部里面有一部是讲说下礼拜有吗？当然没有，不可能。我先讲这个台电的事情了。那其实当然这一起昨天晚上看到这个新闻，我想网络上大家非常多人都在为这个台电的员工打气，大家都非常的难过，也很痛心。但其实这个也回到我们之前讨论主题嘛，因为牛许婷说，这个台电的拨补1000亿，根本不要拿这个事情，不要拿基层员工来情勒立法院的预算。当时国民党的论述这样，可是昨天这一起事件，其实就恰恰证明了为什么我们政府以及国会都应该给台电支持啊。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提过的，台电包含我们看到之前前几年在屏东屏俄公路141公里用前瞻基础建设去做电缆地下化，把本来在天上走的电线埋到地下，台风来就不会有电线被吹断的问题，员工就不用去修了。这是我们现在看到屏东经过基础建设翻新以后改善嘛。那你说台湾现在全台各地，桃园、云林不是都很多也在做电线杆地下化吗？可是台电说我现在手上没钱呢，我钱不够，我负债，我财政状况不佳，所以这些工程都暂缓。那你国民党在立法院把这笔预算卡住，我们电线杆就还是立在那边。如果以台湾这种特性来讲，每年都有台风来，下一次又一个台风来，又有电线杆被吹倒了，那不是一样是我们基层同仁要再出动吗？不就是创夏哥讲的，全台湾前几名风险高的台电蜘蛛人这个职业，他们要在第一线承担这个风险嘛？所以这个当然是息息相关。我想这都可以就供大家来公平跟检视。那第二个事情是，五哥刚刚提到说，国民党好像在最后这段时间可能想要吹选情吧，想用这种很激烈的语言去挑动群众的情绪，可是我觉得这是很荒谬好笑啦，因为林涛今天讲说赖清德下礼拜可能就要宣布戒严，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可以学习一下，可以看到了吗？这就是政治人物很会讲话，可能要宣布戒严了，对吧？因为他讲这样，我们就没办法告他，因为他说可能嘛。可问题是，你讲这种，事实上根本不会，我们都知道，根本台湾下个礼拜不会戒严嘛。你讲这个除了耸动，除了吓人，有什么意义呢？然后你去讲说可能，问题是那什么事情都认真讲起来都有可能啊，对不对？那也有可能明天突然世界末日啦，也有可能我录完影走出去，突然天上一颗陨石掉下来砸死我了。可问题是什么事都有可能，那你把这些事拿出来讲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那我可不可以这样子，同样按照林涛的逻辑啦，用他这种主观性这么强、臆测性这么强的讲法，那我可不可以在电视机前面跟大家讲，各位林涛的朋友们，大家要小心哦。下个礼拜林涛有可能会喝完酒乱传讯息给你，有可能会把他自己照片传给你，而且有可能嘛？对，而且绝对比戒严可能性高啊。因为民进党我们从来没有搞过戒严啊，可是林涛有酒后乱传讯息啊，有酒后乱传照片过啊，对不对？所以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呢？那问题是我们讲这要干嘛？对不对？就除了去攻击别人，也没什么意思啊。所以我讲回来，可是我想讲一点，就是说，我觉得为什么你看这
过去几个月来，国民党跟民众党一直想要去扣赖清德独裁戒严这个帽子，然后说赖清德搞独裁啦、绿共啦、台湾没有民主啦，等等等等等等。可是各位朋友，你知道吗？什么样？如果赖清德做了什么事情，就会变成真正的独裁。赖清德如果听了国民党跟民众党的话，听了蓝白的话，那才真的变独裁。什么意思？例如说，民众党的立委张启凯啊，这个陈昭姿，是不是每天在立法院里面说赖清德赶快把柯文哲放出来？如果我们的民选总统把手伸到司法体系里面，叫法院现在把柯文哲放出来，这个才叫做独裁。如果这个照民众党蓝白之前讲的，说赖清德你给我停下大罢免，好，总统叫中选会罢免投票726不办了，停下来，这个才叫独裁。所以真正在这种在心里面想着独裁的做事方法，觉得有权利就可以为所欲为的，是国民党跟民众党。独裁的幽灵是潜伏盘旋在蓝白的心中，而不是在民进党这。OK， 小平是这一段时间，因为还剩下10天嘛。那刚才林涛所讲那个，会不会真的下礼拜可能会要宣布戒严这些，在吴峥口中就语不惊人死不休。那怎么会是用这样的方法？国民党在这一块，接下来都会有很多是这样的一些的耸动的一些的言语吗？那基本上看起来，刚才讲说台电拨补跟那个1万块钱，有很多人说以政治论政治，那1万块普发1万，是不是对一些民众心里面确实会有一些的感受？刚才讲说台电拨补跟那个1万块钱，有很多人说以政治论政治，那1万块普发1万，是不是对一些民众心里面确实会有一些的感受？但这个感受，你看到这几天大家的一些的攻防，某种程度来讲，对整个国家会造成什么样一些影响？因为这个是包括民进党他们一直在强打这一块嘛。那你们对这个到底会有什么一些看法？1万块大家都想要，可是从这个法律面来看，这个预算没有先编列，因为这个权力分立，立法机关不可以增列其预算，可以删减预算或维持预算。然后可是呢，我们真的也是照着好，这法律这样规定没有错。可是我们的政府到包含这个我们的事业单位隐藏负债，从历任这叫业障，已经几十兆了。其实中华民国你扣掉外汇存底放进来，都已经是一个破产的状态，只是大家撑着付利息啊。我觉得说回到大家关心的，就是我们称为的现代晋惠帝，叫行政院长卓荣泰。他是到高雄去带着农业部长看那个灾情啊，看那个农粮署啊，你的粮食够不够什么？可是他讲的都是政治问题，都是政治问题。他说1万块哈，只能买遥控飞机啦，给小朋友买冰箱。对不起哈，1万块不能买冰箱，冰箱1万块买个很小那种，大冰箱都要几万块的哈。好，我们谈的是啊，国民党为什么说支持发这个1万块哈？因为我们因应的是就是啊，当然。你说是不是对我们整体的这个支持度有帮助？这个政党这是有的，我们也不会演。第二，我们因应的关税哈，可能8月726投票，8月那个时候呢，那时候可能才会公布几趴。总之是往不好的方向走。总之你关税抽你比以前多嘛，好，所以呢就叫他何不食肉糜？我们想的是这样：路有冻死骨，朱门酒肉臭。台湾还是很多人这1万块不是拿来买冰箱，也不是拿来买遥控飞机，而是每天斤斤计较的多买一些菜，多买一些肉，就是1万块拿来生活。这个占了1半以上的小家庭，这是百姓之日常。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卓奎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他现在拿着1万块，不管他们发动那个媒体啊，这个吴思瑶啊这样讲。就拿1万块来作为攻防，那我们思考一下，我们现在心里想的急切的是，我们这个台电的员工，但我们要查这个通电是不是为了抢通电但没有一定而让他这个触电，这第一，他爸爸的想法我讲。第二句话是，他现在的这个大家都各自解读嘛，然后白先生讲说要把柯文哲放出来，因为他做叶克膜很厉害，其实柯文哲。第一个放出来，跟这个法律的问题，不是做叶克膜的问题。还有他即使出来了，他已经离开10年了，他技术还在吗？我不知道，因为叶克膜也是在日新月异，在进步。然后呢，然后我们想的是，
好，我们觉得比较有人味的味道，在节目讲一下。他的心脏比较强的那台电员工，然后慢慢说不定可以自主不用叶克膜就可以自体跳动他的心脏，就是换句话说，他情况是好的，好的话就我们更有力量，那更有力气集气让他希望好起来，因为他陆力从公而差点被电死，现在看起来情况往乐观方向走。但是小平这一段会不会刚才因为当吴峥把那个屏东讲说那个地下化的这些事情，然后说台电缺钱呐，如果要是能够再拨补台电一些，那是不是接下来台电会有更多一些的余裕做这些？当把这个也摆进来的时候，因为国民党是在那个立法院的时候是反对，再怎么样就是讲说不应该拨补，因为这跟能源政策啦什么什么会有关系嘛。但当发生这件憾事的时候，如果让吴峥把那个地下化把它摆进来的时候，会不会对你们来讲，在论述上面会要再强化什么？好，这讲到地下化就谈地下化，那就是比较冗长的公共政策。请问地下化，第一个我就讲数字，几个数字很重要。一讲钱，大家观众一听都了解。这是1000亿，我们砍掉嘛，对不对？然后要拨补的1000亿。第二呢，就是这一次断了2300根的电线杆啊，到底花要多少钱？第三，该加班费给这些员工，台电的员工辛苦的多少钱？第四，地下化以及所有的长久以来而油电尽量不双涨，要多少钱？这个就回到公共政策钱的时候。我讲一下，简单讲台电。台电是一个差不多5800亿的公司，台电的负债多少？2.6兆，每年光付利息340亿，台电的财务是没有救了。那今天你要绿电，就以及核能。还是回到大灾问，你到底要能源政策？今天你有没有办法一年省个油电涨一点或不涨，然后在成本上能够省个2-3千亿的，10年把它搞回来体质？就你回，因为你欠了2.6兆，我就回到很简单的语言谈这个财务状况嘛。这个今天又要绿电，又不要油电双涨，每年又要拨补，我觉得没完没了了。今天又扯到了，如果大家不谈这个地下化要多少钱的话，不谈成本，我也不谈这个，因为谈成本大家觉得很无聊。好，那就多说一句话，就是是不是定好的政策，每年省2-3千亿，地下化也做，油电尽量不要涨，然后让我们的发电，然后而且绿电以及很多的电都要进来，总要有一个方法出来，总要有一个方向感出来。我们跟执政党呼吁了。我这样短暂回应什么吗？好，那个其实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小平哥刚刚说要谈数字，可是最后其实也没有真的谈到多少数字啦。我是这样讲了，就是说，其实大家可以到网络上都可以去看了。其实包含云林，我刚讲云林跟桃园，其实因为在地的县议员啦，就是不论是蓝或绿，都有在争取所谓的蓝线地下化这件事情。大家议员要办会刊。那台电其实也回复过好几次，就是现在我们经费不足，财政状况不佳卡住。那因为刚刚小平哥又把这个能源结构的问题拉进来，但我简单回应不要讲太长。第一个事情是要发展绿电，这个是蓝绿有共识的事情。我之前讲过了，总统候选人侯友宜、赖清德都说要做。再来，你说台电的财务结构状况，必须要去面对这个问题。确实，因为台电现在之前负债最大宗来源是2022年国际燃料价格暴涨的时候，总共负债了6000亿，然后我们国内电价没有涨这么多，所以你说好，未来是不是台湾台电要去逐步的调涨电价？让它最终收支可以打平，这件事我同意啊。可是问题是说，这个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不冲突啊。那问题是台电的负债是过去从2020、2022到2024这段时间，它已经帮全民吸收了这个高涨的成本，所以这是处理过去的事情。那你现在既然债务已经造成了，你不去拨补它，它债务就还是在那边，那台电就没有办法去做基础设备的更新，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下一次风再来的时候，资助人还是要出动，所以这个问题还是要去面对的。OK， 讲钱伤感情，但讲钱最实际。清华，这是最实际的事情。对老百姓来讲话，大家要来论钱就直接来论钱。财经专家来，第一个看起来对蓝营来讲，现在一个很攻击拿来当做攻击的利器，一个就是普发1万，还有那时候不是讲5天假啊什么什么，对不对？所以那过程他们就讲说这几件事情，他们现在描述的一个重点。那当然刚刚提到呢，台电。包括要不要拨补跟要不要涨价，台电如果涨价，未来会不会有民生物资齐涨的所有状况？所以讲钱讲权益最实在，怎么评估？
好，这个分几个部分来讲，第一个要先讲清楚啊，因为刚刚小平跟吴峥在讨论的题目呢，其实是好几个题目啦，要不要就台电的财政，然后呢，要不要选择哪一个能源，然后以及这个台电的涨价会不会造成通膨跟物价的上涨，这其实是3个不同的题目，所以3个不同的题目呢，你把它都和在一起讨论哦，说真的，这就跟我们在讲说那个包在一起做撒尿牛丸一样，这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因为没办法讲得清楚。好，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呢，是讲到台电这一件事情，因为其实我们在讨论的是这2天啊，台电所发生的事情，好，包括这个刘许婷所讲出来的话，会不会引发在网络上很多网友的这个一片的骂声啊？那所以呢，这个个案本身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因为现在在等真相，因为发生悲剧，大家都不希望发生悲剧啦，我们也祝福他能够好得起来。所以这件事情真相究竟是什么，这个还是未知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这边特别把这个列出来给大家看哦，因为其实这个受害者的这个父亲啊，当然就是说出来讲说，为什么他儿子去抢修这个电源还会发生通电的状况，他要求要真相。但另一方面，你也看到蔡依瑜他讲说，他观察到台电的状况，在抱怨的是说，为什么某某电信公司的缆线呢，一定是搭在他们台电的杆上面，然后如果它剪断的话，就不会造成这个悲剧。所以你会发现真相未明的情况之下，很难下定论哈。这是就个案本身。那第3个部分呢，其实就是就刚刚武哥所提到的，就发这1万块钱，是不是对民众来讲，这个数字是最好懂的？我说实话啊，对一般的民众来讲，你说大家通通都拿到1块，这个天上掉下来的1万块。当然很开心嘛，可是我说说实话，在这里面其实民众又分好几种，有一种是觉得我这1万块可以解当下我需要钱的燃眉之急，所以这1万块有帮助，所以这个东西呢，对于催票当然有帮助，但是呢，有更多的选民其实脑袋只要去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关键在哪里，mega在哪里啦。意思就是说，假设真的啊，因为这1万块你拿到了，排挤了国家的其他财政需要，而国家其他财政的需要呢，比如说我们就以电价这个波补来讲啊，来说好了。它如果造成你电价的上涨，电价上涨之后带动的物价上涨，那个不是1个月、半年或是12个月解决的事情哦，而是上去了之后都回不来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每次讨论到当年的油电双涨的时候，我必须要说，其实我几乎都是站在反对的角度。为什么？因为控制通膨其实是更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很怕这个通膨上去之后的这个效应。比如说，我就举最简单的例子。各位，你知道以前的我们在便利商店还买得到39块的便当哦，你什么时候现在还看得到在便利商店能够出现低于50块的便当价格？很困难嘛。所以如果在便利商店便当价格如果上涨到超过100块了之后，你认为它能不能再回来？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当你那1万块发下去了之后，后面所造成的，即便你短期之内可以解比如说有一些人经济上的燃眉之急，但长远来看，你不可能负荷之后的物价上涨之后的那个效益。所以呢，等于说这里面其实有很多选民会思考的话，他就会发现这1万块呢，其实政治上的意义远大于实质上对国家财政上的意义。那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很简单嘛，就是大罢免出来的时候，国民党要对抗这社会上的气氛的一张牌，就是打出这普发1万块的现金。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我帮大家复习一下去年国民党在立法院取得最大多数党之后所办的共识营，告诉大家民生经济法案优先。结果呢，好，帮各位复习一下，号称要民生经济法案优先，后来在搞的是选罢法的修法，后来在搞的是限塑法，后来在搞的是财政收支划分法，通通都是政治性极高的东西，包括要把中配6改4这件事情。结果呢？后来国民党发现这样不对了，引起社会反弹气氛，弄到煽动预算，社会反弹气氛更大，连工商团体都跑出来，这个认为说你们这个对台电的问题造成电价上涨，会影响到企业，影响到制造业，甚至影响到未来可不可能出现失业的状况的时候呢？这时候呢，突然发现赶快要拉回到民生议题的时候，才推出了这普发1万块现金这件事情。这时候呢，突然发现赶快要拉回到民生议题的时候，才推出了这普发1万块现金这件事情。所以这个议题的由来都是由政治上的议题带动出后来政治上的题目。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普发1万块这件事情，在我来看这一件事情其实对台湾社会来讲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议题，但是因为拉到政治上的攻防来讲，它就会产生一些作用。然后呢，最后我要讲一下这个一直在讲集气这件事，我觉得是非常吊诡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说？上个礼拜一
台电在抢修这个相关的这些停电的状况的时候，大家都看到他们排坐，然后在那边吃便当的状况，大家也看到他们很辛苦的状况，然后你也看到很多这个年轻的，而且是女性的台电的工程师，她加入在抢修电的行列，让大家看了其实觉得很温暖，因为这是标准的同岛一命，大家把自己的环境把它救起来的状况。因为你要做到完全都没有出现停电状况，坦白说，不是做不到，但是很需要时间。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台电在这几年需要规划5600多亿的规模，要去做韧性电网这样的计划。许多的上市柜公司几乎都加入在这其中哦。我们也看到很多上市柜公司，包括重电的股、概念股在这里面。可是在这里很有趣的是，这整件事情一开始大家说要替台电集气的时候呢，这个刘许婷呢，当时把它定调说这个东西是对全民的情勒，那对定调成是全民的情勒已经很夸张了。结果郑丽文在刘许婷的反罢免场合再进一步的在讲说，这个集气是只有在这个装上叶克膜之后才需要。哇，你知道这件事出来之后，很多网友都炸锅呢。有这个各位要知道，集气这个概念呢是出来很久的概念，而且这个我觉得我需要帮刘许婷跟郑丽文复习一下哦。这个是今天呢我们在一开始很严肃的话题之外呢，可以看到比较可爱的东西。这个呢就是七龙珠的漫画啊，集气的概念来自于这里好吗？来自于这个七龙珠的漫画里面，这个悟空然后在集元气玉的时候，跟全世界每一个人借一点气，然后弄成这个元气玉。集气的概念是这样来的，所以你看，我连调出 PTT 在讲解集气的文章，都是2008年的文章，在说明告诉你集气的概念是怎么来的。所以呢，希望人能够得救，会用到集气，生日快乐也可以集气。祝福他谈恋爱、告白可以成功，也可以用集气。希望你的球队可以成功，也可以帮他集气。这些都是集气的范围。到底是谁告诉郑丽文说，只有装上叶克膜需要抢救的那个才叫做集气的行为？这个实在太颠覆大家的常识了。同时讲完之后呢，这件事情在网络上当然引起一片的骂声嘛，因为你把本来很温暖，然后大家在很努力在抢救这个国家的建设的行为，然后把它解读成为说是对全民情勒的行为，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哦。所以我才说整件事情呢走到现在，你不管是大罢免也好，还是不管是这个台电的操作也好，我这样说，或许对刘许婷的做法跟对郑丽文来讲，他们是希望能够激出更多可以去投不同意罢免选票的这个支持者，但是这样的话，你等于透过了传播之后，你其实穿过的已经不是只有单纯蓝绿的同温层了，是很多选民会发现这个东西跟大家想象中的常识是不符合的。这个到底是正面效果还是负面的效果？我觉得他们相关的人需要做更多的评估了。OK， 任俊，有你相信那个赖清德总统可能在下个礼拜会跟尹锡悦一样，然后宣布戒严吗？那你笑的那个样子，我大概知道你的答案。那为什么要在当然国民党推出的所谓的民党会不会有接下来的奥博10个奥博里头，为什么要把这个摆进去？如果看你的样子，你不太相信嘛，对不对？那为什么要把这个摆进去？那目的到底是什么？而看起来对国民党目前第一波的24席委员来讲的话，蓝白之间的合作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环。而且你看白银在最近这一波的过程当中。看起来是善尽盟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是包括因为南部的风灾的问题，然后他们有去一些直播的一些嘛，那当然就是说也许有灾民上了镜头他不喜欢或什么，但某种程度因为这次风灾的抢救过程当中确实引起大家很多的一些讨论，所以他们是善尽这一块，然后这个过程包括像麦玉珍啊，他们很多他们是把他们的角色发挥得淋漓尽致啊。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当然可以有一个讨论的基准点，就是说我们现在谈论的是风灾，但是如果它的主轴是政治，就会有出现那一个为什么不把柯文哲放出来救人？因为柯文哲是叶克膜之父。现在有个东西，手机很方便，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叶克膜的功能是什么。就他现在这个台电的员工的这个情形是没有人乐见的，而且大家希望他能够康复度过危机，但是不是靠叶克膜帮他治他的伤，他就是一个维系的，是，然后让他可以撑过这一段时间，这个大家可以去 Google。所以当有一个立法委员在国会殿堂上面去问经济部为什么不把柯文哲放出来，你就知道这个已经不是在讨论风灾，不是在谈论这个人的状况，而是在谈论政治，而且他的政治只局限于柯文哲这个人的身上。
说柯文哲是叶克膜之部，为什么不把他救出来？你都已经很清楚的知道，他透过叶克膜确实让他的生命迹象现在产生稳定。他后续要度过的不是靠叶克膜，而是要靠其他的，让他的整个伤势。那个我们不是医疗专业，但我们最少有个东西叫做 Google。你可以 Google 一下，如果柯文哲出来，那柯文哲可以治百病吗？民众党的立委已经厉害到可以看病，可以帮别人分类，甚至可以知道什么东西可以救命，什么这样。那我也觉得这真的太跳痛了。因为陈昭之，如果我没有记错，你也是药师专业，你也不是医师专业。所以我们不会去谈论说谁的状况怎么样，可是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现在看起来有很多人是高度的拿政治来作为所有诉求的主轴啊。那任俊，那如果你刚刚那样讲，对陈昭之委员来讲的话，你刚刚点出的那几个是逻辑上的谬误吗？就你去问经济部，然后讲说要不要把柯文哲放出来，所有这些，陈昭之不知道吗？那他为什么要就好像林涛难道不知道？那个下个礼拜要宣布，那蔡英文中可能要宣布戒严的可能率有多少？就如果在你眼中觉得说你们怎么会这样问，那为什么？你现在问的这个问题是我上你节目这么多年来，我觉得比较难回答的。因为我曾经想说他们可能真的不知道，因为他内心只有柯文哲。如果是这样，我觉得我还可以放过他们。或只有经济委员会在开会。不是。但我不想回答的那一个，其实是如果他知道他刻意要这样做，那就很糟糕。你不知道，所以我就满脑子就只有柯文哲，什么议题我就想尽办法塞。但如果你明知道他其实这件事应该要脱钩，而你还要这样做，那就是刻意为之。包含到你刚问我的那个什么，接下来10个那个嘛。我是说林涛跟杨志宇如果不从政，你们可以考虑往电影或电视产业发展，因为你们可以编出很多的剧本，因为在剧本里面可以无限的想象空间你干脆说会有彗星撞地球，或者你干脆说外星人会打过来，反正一切都是假设嘛。他正在做的事情很简单大家那时候在提说这个选举不管你是投票、罢免或者是选举，操作仇恨是很有用的。今天的那一个10个假设叫做贩卖恐惧。他在贩卖一个恐惧，因为我设想了10个可能会发生的东西。那你觉得不相信的，其实会觉得是个笑话。但是相信了他会干嘛？哎呀，不行啊！如果真的这样怎么办啊？不行，好，我们就来听你。就那些你真的回来看，我今天下午跟尚义夫在那里同台尚义夫认真的去查了一下戒严法，看一下谁能发布戒严。你是弄了一个10个剧本，然后其中有一个是赖清德跟柯建铭会宣布戒严。那柯建铭哪一根葱？对不起，我对他没有不敬啦。柯建铭怎么发布戒严？我知道国民党的逻辑，是因为柯建铭之前喜欢讲一些好像你对黄国昌不敬，讲到葱要尊重他一下。那我还给他梅子粉，会不会好一点？不是嘛？就你要假设个剧情，你要假设是个合理的东西嘛？你把柯建铭硬把它弄进来。但柯建铭实际上根本没有这个权利去发布戒严，那就很简单，他在卖弄的跟操纵的其实是国民党的支持者对柯建铭的仇恨嘛。就像他们一直讲说，柯建铭你怎么会知道哪一天要投票？柯建铭你怎么知道关税要几%？柯建铭你什么都知道，所以柯建铭就未来来宣布戒严。这感觉很跳跃，但是国民党的逻辑很简单，因为我贩卖了10个恐惧给大家。包含到说是不是会发动那个警报大家会收到细胞简讯我们这个那我就再回来问一件事情，为什么对于发布警报大家会开始讨论？你记不记得最早老共打飞弹的时候，国防部没发布？国防部为什么没发布？就裴洛西来的那一次，太高了对我们没有关系啦，所以没有发布，就被骂。日本先发布，就被骂翻了嘛那开始也有国民党的人质疑什么打太高，如果掉下来怎么办？然后你不用发布嘛，你国防部就失职。后来国防部都发布，那我也承认国防部有错误嘛。我说错误的地方是你没事弄个飞弹，他们有解释说，因为那个细胞简讯里面原先设定的字样是那样。好，结果发布了也被骂，被骂什么你知道吗？你看卫星上空你们打错字就算了，那为什么上次飞弹你们不发布？那你到底要他发还是不发？如果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对于他设想的几个情境里面，其实有一个最大的症结点。OK， 是对岸如果对我们有动作，
才有可能会有这些情景的发生。那你直接告诉对岸说，不好意思，这几天里面你放过我们国民党吧，别再弄我们了，没事，不要再飞来飞去，不要再打来打去，这样就结束了。但他不碰，他硬编了10个剧本出来，告诉你讲说，哇，这个我跟你讲哦，接下来就这样，那就是贩卖恐惧嘛。OK， 所以我觉得对于国民党来讲，现在没有什么理性跟不理性。OK， 我也不会觉得那是10个，虽然我真心觉得那10个有些剧本真的很好笑了哦，很好笑。但是对于蓝营来说，为什么刻意挑在今天，由国民党的发言人再加上一个林涛，然后2个哇讲得跟真的一样？我告诉你，1就是这个，2就是这个，然后花了一大堆的时间去讲，因为仇恨的这件事情，基本上在前一波已经操作完了。今天的这个所谓的十个问题啦啊，它不会是第一次贩卖恐惧牌。后面他一定还会再这样操作。我就要补什么？我也同意任俊哥讲，国民党现在就在贩卖恐惧了。但我把它换一个表达方式，让观众朋友们更好理解。大家有没有遇过？你在生活中2个人吵架，你跟另外一个人吵架的时候，然后吵一吵，对方发现说糟糕了，你讲的比较有道理，其实你是对的，但对方脸又拉不下来，这个时候会怎么样？很长一个状况是对方会开始站态度。我的长辈讲话对我们大声，没大没小。对方发现说糟糕了，你讲的比较有道理，其实你是对的，但对方脸又拉不下来，这个时候会怎么样？很长一个状况是对方会开始站态度。我的长辈讲话对我们大声，没大没小。我说你以前不会对我讲话这么大声的，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你变了，你以前不会这样子的，有没有？生活中很常见嘛，因为2个人吵到一半，对方突然觉得糟了，我理亏，可是不行，我气势要盯住，就赶快开花，开始东讲西讲，乱讲一通。那国民党现在就这样子啊，对不对？因为他今天的记者会主题叫做这个会出奥博嘛，罢免这个事情要出奥博。国民党到现在好像还没有面对他们全台湾搞了一大堆伪造文书的事情，这种直接违法去假冒签名，这个才叫奥博嘛。那为什么他们有需要去回应这个事情？因为现在对于罢免方大罢免运动的其中一个诉求是说，我要重塑国会秩序嘛。我觉得国民党都违法乱纪，他们都破坏规则，又违法又违宪。那国民党这次的事情事实上是很理亏的嘛，因为他们去年又被宪法法庭判违宪，今年又这个伪造文书一堆人被起诉，所以他们讲不出来，所以就东拉西扯，开始说没有，他们才是坏的一方啊，他们才是破坏规则一方，我都没错。可是我觉得刚刚任俊哥已经讲很完整了，我觉得大家看到这种论述只会觉得很可笑而已。明凤，大家讲罢免，好，第一个大家常讲到的是仇恨动员的问题，然后刚任俊讲说，国民党这所谓的10个奥博这些是贩卖恐惧吗？而这个恐惧是真的会这么有用吗？你注意到最近包括像卢秀燕市长、蒋万安市长最近的用字遣词都跟以前的风格不太一样。那现在是在这个阶段要用这样的风格，甚或是当然有人讲说黄昌前一阵子所有的表现，感觉上他现在变反绿共主，还是现在大家真的要当反绿共主就要用这样的方式？没有，我觉得国民党讲的这些都是没有尝试的。林涛，你讲这些有的没有的，但是对于知识界是有影响的。如果你对于所谓的中产或是中间选民的知识分子是有影响的，他会仔细检验你的这个言行啊，他会觉得说你为什么莫名其妙要照这种谣，然后发生社会的恐惧，搞不好他出来就出来投来反对你。本来不想投的，因为很多人都是自命清高之人士啊，就说这些事情我不赞成，所以我就什么东西也不想要去做。我觉得你们就是浪费钱这样子。可是呢，如果有一个点触犯了他们的一个所谓的底线，心里那个觉得说你们也未免太过分了吧？然后呢，这个没事生事，怎么会去说什么要戒严的事情的话？搞不好他们就出来反对你啊！所以说，我觉得你们出这种奥博的时候，你们自己要不要考量这个所谓作用跟反作用力的问题？到底会产生反作用力，那你不是死定了吗？所以我觉得说你干嘛？你平常那后面那几个就是大家选举时候常用的，什么宣布什么抓贿选什么东西的，就这个讲就算了啊！你突然讲一个很大的什么戒严了，那当然笑死人了。台湾如果会戒严的话，那也只有国民党会戒严啊，民进党还去戒严吗？
总统讲个10讲就被骂死还戒严啊？你一定要补后面那一句。没有，我只是增加总统不可能还戒严这件事啊。对，小平刚才讲，像国民党今天讲的那个什么，下个礼拜奥博10个奥博啊，类似有好了，我们就聚焦在，因为那个什么所谓的可能戒严说一定是大家的那个最重的一环嘛。那你自己会怎么样看待这个它未来的一些的反应性？民众观察是正确的了，就是要召唤深蓝，这叫投票的基本盘，尤其台北市这5席了啊，所以当然这林涛也比较个性也比较语不惊人死不休嘛，林涛就是鹰派嘛啊，然后他讲这个10大奥博，然后呢，我想他的灵感来自于这个内政部长的一边一国啦，那一边一国就是啊，那是很南韩吧？不是，那是内政部长吧？你说尹锡悦那一块，对，就是外国取经，然后国内有发生一些事，好，内政部长又讲这些话。当然，我觉得不会戒严啦，可是讲这话召唤，我认为还也不是没有它的用处哦。因为现在选举很简单啦，选举啊，你去大家去考过联考，请问你这个进考场前半小时你在看什么？你看你最熟悉的大纲，那温故知新，就是基本盘嘛，就最可能拿到分数的东西嘛，然后投票最可能拿到票。我觉得到最后的现在还有10天哈的造势，除了比人多，然后内容也会辛辣，然后会往这个基本盘蓝绿去极端去靠拢，这是选举的基本态势，我的看法这样。OK， 那大家会着眼在包括这次过程当中，总是有一些的地方是大家观察了重中之重的地方。花莲一定是大家观察重中之重的一个地方，因为包括傅昆萁总召他本身是国民党总召嘛，那你看到包括蓝绿霸团这些呢，那重点都会摆在这个地方。那如果真的看的话，先让观众们看一下，因为今天开始有很多地方，那包括在霸团跟被罢免人之间呢，要有电视说明会。那对傅昆萁总召这一起电视说明会状况怎么样？让你看一下，来。还是请教一下，这个为什么这次放在那里？以前不是放在下面的吗？这是怎么放在那里的？时间上。对，各位亲爱的乡亲，今天不是为任何人的罢免案，昆萁站在这里说明，而是我们已经争取到这么多的权益，给我们花莲乡亲。昆萁谨奉所有花莲的前人，在这块土地上成长，花莲人的痛苦，昆萁非常的了解。当柯建铭罢免成功，成为立法院的院长，我们的161亿没有了，我们的普发1万没有了，我们的军警消所有的待遇通通没有了。来，庄家，其实花莲这席重之重，因为民党秘书长林右昌去了几次？吴峥好多次了，数不清了。哦 ，OK。然后今天媒体上面还有传说，因为赖清德总统的10讲不是因为风灾啦什么有停。然后讲说，在这个礼拜赖清德总统是不是也会到花莲去？还有一个闭门会，会不会有什么7讲还是什么？这显然这个不管是不是因为要为了整个罢免这些，但是光是这样的一个动作，一定会引起大家很多讨论啊。现在花莲基本上就是这一次的一个10天之后投票之后，每个人那天最关心的是什么？就是花莲。所以花莲是重中之重，所有的重军。那当然林右昌这边，特别是吉安那边，林右昌花了很多力气。然后现在当然也传出来，那个跳过5讲、4讲、6讲、7讲，民主。又放在花莲，可能啦，但是因为新闻里面总统府还没有明确的，但是有可能。但是这里面呢，对于傅昆萁来讲，或整个花莲来讲，氛围是几乎越来越不一样了。然后我们知道傅昆萁呢，很喜欢拍人的头、拍人的肩膀嘛，黄国昌就有那种感觉嘛，对不对？被拍了以后，黄国昌那时候好像蛮快乐的，但是有人是不舒服的，他现在在扫街了。那扫街的时候就在这里面呢，而他可能呢就跟一个说：“哎，大哥帮忙一下，或者不知道。”就拍了一下，没想到那个人竟然非常的不舒服，直接表达了，就是你不要拍我肩膀。大概没有人知道这些语音其实没有很清楚，所以这个画面出来就是，其实台湾人哦，通常有很多时候山水有相逢，见面三分情。所以在街上就算也很难直接表达，尤其是当然有些比较反复昆萁人讲说，你看连他们都已经呛起来或什么，可是基本上就是那种氛围里面，就是我不舒服。我不高兴，但是另外一个呢，开始去想的就是你花莲的傅昆萁开始用更正常的眼光来看你了，所以呢，会前面讲说，哎，你徐榛蔚怎么可以陪着傅昆萁扫街？所以那个花莲现在还要讲清楚说，现在是徐榛蔚请假，
副县长代行，然后就把他讲得很清楚，可是还会盯的是什么？你这车子要扫街，你又看到马上拍照，开始针对你的车子停在路边都已经不适当了，因为这本身就是，而且你还停在斑马线上，然后甚至于14年前那个圣保罗这个和尚在指挥的时候，傅昆萁要上去致辞打断，然后要送他一个，其实。对指挥来讲，那很重玫瑰石很重你在这一定要上去，然后在一个演唱的过程中，对手的保护，我们知道那个指挥者他的手是最重要的，都拿出来，所以你会看到，其实现在针对傅昆萁是各种方向都过去，然后呢，当然你今天呢也在管传的就是他的那个可能是没有上电视，所以就直接把板子拿起来，这个手板就倒了，然后另外一个呢。本来说他自己宣布的，今天下午3点，重庆市场韩国瑜要来帮他扫街，就后面呢，因为整个在过去花莲的路上，前面有车子翻覆，韩国瑜过不去，又赶赴，要直接去台东，都变成来谈傅昆萁现在的一个处境，然后当然对傅昆萁压力很大，然后另外一个状况，有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说选到最后的时候，有时候一些事情。就会被人当作某种征兆，那这个我相信傅昆萁的压力更大。吴教授要讲一下你们对花莲这一期，那接下来包括这10天，还有赖清德总统在礼拜6的时候，7月19号真的会到花莲去吗？那个刚刚讲10奖里的7奖，什么民主这些，这部分。我先这样讲了，其实花莲确实是我们这次一个大家投入很多心力的地方，包含刚刚讲到秘书长去很多次，然后我们党部的同仁，然后也有人到花莲来直接去协助公民团体，所以我觉得对民进党来说，我们确实是把傅昆萁这一席视为一个这次整个大罢免运动里面战区了，一级战区，重中之重。这样讲应该可以。对，我们讲话都变得很那个。对，那问题是说，现在等于是说，当然我们也看到，其实刚刚创哥讲到一些嘛，就是傅昆萁，当然他现在是用尽所有他全部在花莲，等于这20年来累积下来的基础、行政资源、人脉关系，所以包含其实大家最近看到前几天有一个新闻争议是说，花莲县政府拿了客委会中央预算补助办的一个活动，然后就把客委会主委的名字那个整个擦掉嘛，就是说。他这样做就是为了要去收割嘛，然后再去让傅昆萁去今天这个说明会上面讲嘛，说中央都不照顾我们，都没有来这边支持，都没有关心，只有傅家台在这边关心。那甚至以前大家也看到嘛，就是傅昆萁是整个结合了县府的资源，有没有？除了学校的家庭联络部啊，上面都要印傅昆萁关怀小朋友的照片，就觉得说这种做法已经到了有点像习近平一样，就怎么会你把国家的公部门的资源，还有这个是这个等于是关怀弱势啦。低收入户要送米，有没有？就上面也都是印傅昆萁跟徐榛蔚脸，就是你怎么会把这个所谓我们讲的觉得行政中立跟这个公务部门跟你个人的政治要分开这件事情，怎么直接去这么粗鲁的把它践踏过去？公务部门跟你个人的政治要分开这件事情，怎么直接去这么粗鲁的把它践踏过去？但是这也表现出说，当然他们现在会全力的来回防，可是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傅昆萁是大罢免运动里面一个关键指标。就是其实我本来今天也特别想讲这个，刚刚创哥有提到这个事情真的很好笑。这个是2010年的时候，花莲县政府请了圣彼得堡国爱乐交响乐团，这是国际一流的爱乐哦，真的是大团交响乐团。可是大家可以去看当时新闻，20年到最后，这个交响乐团演到一半，气的不演了，就走了啊，就下台，活动中断结束。为什么？因为傅昆萁在人家演出中间呢，一直跑上来，啊，一直要这个合照啦、送礼啦，然后表扬他刷存在啦。然后后面这个因为圣彼得堡爱乐是来自俄罗斯嘛，那他就演这个俄罗斯一个很有名柴可夫斯基的曲子，这个1812序曲。1812序曲里面有这个枪炮声嘛，结果花莲县政府给人家在后面放烟火，放了大概6-7分钟嘛，就整个交响乐团在上面，就我到底现在是要不要继续演？那我的意思是说，所以你看到傅昆萁他的行事作风，他就是不会管既有的规则，不会管既有的制度，他想到就是我符合我当前的需求，我现在要在这边曝光，我现在要这边刷存在，所以
我觉得这里面其实透露是一个更深远的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讲到普发现金违宪，说过去1年来立法院整个种种违宪的状况。傅昆萁到了国会变成国民党的总召以后，我们看到不断的发生违宪的事情，从去年的国会扩权法案到现在这个普发现金，可是这个事情非常非常多人都出来指出来说，你们这样做不行哎，但是。当傅昆萁为了他一己的权利意念一直干下去，他其实破坏台湾长远来的制度，因为这其实是我们整个社会要持续进步、持续改良的事情。就像我小时候，我是7、8年次，我小时候那时候时不时也会有类似傅昆萁这样的行为，说台湾人去国家交响音乐厅看交响乐水准不好啦，听到一半接电话啦，让党者讲演讲者不开心等等等等。可是这些事情到现在不会有嘛？就因为整个社会持续在进步。那我们国家对于宪政制度的发展也是持续累积啊。像我看前几天冠廷在这边也是讲到说，以前这个李焕就是觉得说国民党立委在立法院要发公务员半个月的奖金，这个违宪，对不对？4至264号，4至391号。这以前也是透过一号一号大法官4至累积说，好，你立法权不可以侵犯行政权不可以侵犯预算权，不可以侵犯人事权。可是到了现在这一届的立法院，你看到好像全部这些事情都被撸掉，全部这件事情都被视若无物了。那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的严重，是在于说我们的宪法其实完全依赖于行政部门跟立法部门的尊重跟配合。就我们的法律由警察来强制执行，就有人犯法，警察去抓他。可是有人违宪，我们没有人可以去把这个违宪人抓起来，全部要靠立法委员、靠行政院、靠总统，大家同意我们来遵守这个宪法。那所以如果今天有立法委员，甚至是立法院第一大党一再的践踏宪法，各位朋友，你们打过篮球吗？对不对？打篮球，如果打到很激烈，就正好小平哥打篮球多，那有一边打到很激动，出一个拐子，结果裁判这时候没有吹哨，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一定是另外一队进攻的时候，也会有人拐子架回去。那到最后就是这个球赛已经就不见了，就会变成乱斗。那所以当国民党现在一再的违宪，一再践踏宪法，还把宪法法庭冻结掉，那你说如果到未来大家都视宪法于无物这未来立法院通过的这个法律案，如果总统不去公告不要施行，大家都胡搞乱搞一通。那台湾的民主制度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刚刚讲到，为什么这么多公民朋友这一年出来会觉得说一定要罢免傅昆萁，制止这种状况的原因。我想再确认一次，赖清德总统会不会去？这个你稍等我一下。你们有一份制定的说稿吗？因为我刚刚就一边在跟总统府做确认啦，因为我一边看到这个新闻报道，但我还是跟总统府做了这个第一手的确认。那目前呢还在安排，如果有确定待台风资讯确认，会进一步发布。OK， 因为就是现在还在安排规划当中。OK， 可能会，因为而且现在有说可能会有台风生成。OK， 好，那刚才讲到这，来小平。对篮球，你讲到篮球，我就讲2句哈，对不对？是不是？好吧，那精神起来了，讲该讲的就好。对，没有关系，他讲不该讲我就剪掉，没有民调，好吧？讲到篮球嘛哈，我觉得篮球要跟那个花莲富家这些要摆在一起要摆在一起讲的，因为篮球可以跟政治摆在一起讲。OK， 我们发言人讲了嘛。哎呀，就是我们毁宪乱政啊，这个宪法违宪，然后要立法委员自律啊，等等哈。我讲我也是念政治系的，权力分立哈。因为现在有一个扭曲的现象，国民党有没有地方做的不好？当然有，不然的话不会说会变得艰难嘛。但民进党也不能得了便宜还卖乖，权力分立，行政权比立法权大100倍。因为3兆预算在他手上嘛，大家都被这种都叫做什么说话技巧所蒙蔽。我们谈实质的重量，好不好？权力分立是要遵守，我完全同意啊。我你相信我也是比较温和的、比较说理的国民党。现在他执政，第二他只差一块拼图。为什么发动大罢免？他要过半。他连立法委员的数人头都要过半，那就是完全执政的，不用谈了哈。媒体在他们手上。一切的系统资源大部分都在中央上面，所以其实我们连喘一口气都难。我们喘一口气都难的时候，都艰难的时候，有些做法，然后做的，但有些做的不好，然后会被所有的政论，现在为了延续这个整个大罢免，然后都现场开讲了。因为没有能量了，现场开讲也是一个
从平面的变立体的。打篮球叫你电视上看到你给你票到现场看，那就不一样。再回到打篮球，因为这样的对等不对等啊，所以我们投篮投进篮筐一样大，我们投进才是2分或3分。他们只要打到铁就得分了，打到篮筐是铁的，叫打铁哥，什么意思？他们资源太丰富，他们只要这是一个不对等的战争，你知道吗？打到铁才会这个就手比较，这2分就计算。哎，那我们是要投到3分，投3分先比价，投进再比价的，对不对？就是一个艰难的状况。然后其实那他们就等于里子要，面子也要。那全台湾只差一个东西，就是立法委员差6个，不然全台湾都是他们的。但我们既然输就有输理由，只要你柯文哲你要分裂嘛，你不跟我们合，那就60%拆成30，就是回到一个基本面4-3-3的大概念哈。所以那再回到这个花莲为什么林右昌一直要去？那表示傅昆萁罢掉很重要，对吧？对你们来讲，对很清楚啊。对，因为我们两边打仗是要护住什么那个帅旗有没有？或是两边这个大战都就是主帅要拿武器出来对砍所以你们的主帅不是朱立伦？这个被罢免的24个主帅当然是傅昆萁，这毋庸置疑，他是总召，对不对？他是总召嘛哈，所以我们要守住他。那他是要砍掉我们的帅旗，是要干掉傅昆萁嘛，就这么简单。好，那关键回到魏家。我讲剑门纲目科属种当然张俊议长很大，但魏家更大，就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何况他是一个非常正在盛年壮年的一个骆驼，好不好？魏家当然很强壮嘛。魏家如果这个题目说的是什么呢？说我们是不是要反游说？因为否约不可说嘛。林右昌说不可说。我跟你讲，魏家没有答应啊。如果答应的话，早就说了嘛。林右昌当然嘛。今天我跟你讲，今天只要魏家站出来，今天魏家只要同意站出来，傅昆萁就很可能就已经垮掉了。那就早就说了嘛。好，但还在谈呢。魏家，那我们再看密期还剩10天嘛。那我们当然也要反游说嘛。魏家这个要保住。请问你，然后我们这个叫做公馆郭学福有评论在有台评论说就评论到魏家，就是魏家，你赶快决定啦，你到底要不要去弄，要不要去杀傅昆萁了？第一个，魏家是国民党吧，当然跟傅昆萁处得没那么好，我们也事实嘛。然后，难道跟傅昆萁不好的话，就一定要帮民进党杀掉同党同志嘛？这是第一句话，对魏家来讲。第二，魏家他也会掂量这个政治嘛，除了这个对党的感情，魏家。他如果这次去支持傅昆萁的话，然后从此就蒙上，那叫做密室政治。那你民进党下次推不推人？黄立坚，那他是不是无党籍？然后他等于是然后那国民党如果这一次他去杀了傅昆萁，我们国民党下次要不要提名他？请问你，国民党的票多在花莲选县长，县长是有加原住民25%然后那是真的要自绝于国民党吗？这都是魏家想得很清楚的事了所以我把魏家对国民党他这个正南的感情放在第一位，虽然还跟傅昆萁处得没那么好，所以我认为魏家会中立了。你就说他说要帮，也不至于；你说要毁他，我认为都不会。所以那就让张俊议长就再努力的来帮，来铲除这个他想干掉这个傅昆萁嘛，我们就拭目以待了。OK， 小平刚刚讲那个，我就随便插句话，因为反正今天有很多词也不能讲，就讲一点那个都不会有任何影响的。小平刚刚讲夺旗，各位知道古代战功分几级？古代战功。攻城略地，斩将夺旗，夺旗是其中一大战功。所以古代你不要看那个旗，古代会有一个部队是专门护旗的部队，旗一旦被夺，整个部队全部斩。你们的任务，你们活着就是为了那根旗子。所以有很多时候大家讲说，好，那这一次看起来大家真的那面旗子就在花莲，那是很重要的一席吧，因为象征意义非常重要。吴真刚也讲了，到底民进党花多少的功力，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一席要拿下来。国民党一定就是要守住这一席嘛。那包括讲说，那各地方本来是泛蓝营的，然后要不要经过所有的游说啊，类似所有这样一些的情形。希望你自己看花莲，因为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个画面？傅昆萁对于那个镜头，就一般都有手语老师翻译嘛，对，他会特别问为什么这个手语老师那个画面要这么大。
显然他很在乎那个镜头表现出来的样子啊。对。这其实他分我觉得我自己的观察，他其实分3件事情了。第一个是傅昆萁可能很久对这种公办的这种证监会说明会，大概已经很久都不熟悉了，所以他对那个手语老师的版面他很有意见。而且更妙的是哦，因为今天很多网友都注意到傅昆萁这个表现，所以在网络上疯狂的在传播说什么呢？你看，疯狂的在传播说，看到傅昆萁呢一上台之后呢，抱怨手语老师的框太大。然后呢，第二个，这个自己做的看板呢只有单面。你像我们制作单位做的手板就比较用心，我们这个手板就有正反2面，所以我们不像傅昆萁那样子，手板放在前面，因为只有单面，所以呢，他一露出来了之后呢，傅昆萁看不到手板写什么。然后因为位置又太小，所以他又不好意思这样弄过去这样去看，所以拿反了。对，所以拿反了就变得很困扰。那去问他老婆啊，然后选委会是他老婆的做的不是吗？不是，因为他很久没参加了，所以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然后呢，有趣的就在这里哈，前面这个部分抱怨手语老师框太大，大家已经觉得这个部分已经很神奇了 ，amazing。然后呢，后面再看到傅昆萁呢，这个手上的手板拿颠倒的时候呢，哇，你知道在网友这件事就很好哭手。你看，像这就是其中我看到一个网友他写的图，他上面就2句评语，一个叫做傅昆萁真的倒了，第2句话叫做连拿手板都倒了。你知道倒了这件事情呢，这个可以做很多解读哦。你看他的手板是真的拿颠倒啊，他真的也看不到前面在写什么，所以你知道倒了这件事情，很多人就自动去帮他解读，说这件事就是触眉头嘛。然后我觉得今天解读这个看起来这个最恶意的就是范老师，强烈谴责范老师。范老师竟然拿这个末代皇帝溥仪的例子拿来比喻，什么意思呢？他说溥仪的爸爸摄政王呢抱着溥仪啊，等于说在登基的那个时候小朋友嘛，因为那时候溥仪还很小嘛，然后就大哭了起来啊，哭起来之后底下都在朝拜啊，所以呢这摄政王的爸爸呢为了要安慰他之后说好，快完了，很快就完了这样子。就一讲完之后呢，果然变成末代皇帝，果然就一切都完了。你看，就是一个倒了，马上可以连接到溥仪的这个完了的故事去。所以呢，你看傅昆萁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呢，很多人在看的时候就当然就不是很正面。可是我觉得这里面比较糟糕有2个部分，第一个是什么？是你在看傅昆萁在写的内容里面，其实网友都看得出来哦。他里面看到说什么呢？提到就是说，你看我们刚刚新闻画面有提到第一个，他这个反罢免，他其实在说服他的选民，其中一个是拿说柯建铭柯总召想要当院长，所以才发起罢免，拿这个来当原因之一。但你知道这件事情其实对要罢免傅昆萁人来讲，其实跟他们的考量是完全不相关的事情。所以显然这个部分比较他还是想要激起这个蓝营的选民出来去投票这件事情。那第2个呢，他还是有提到就是花东快速化改这件事情，然后重点是他提到日本这个东海道新干线的时候，这是最有趣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在拿日本东海道新干线例子在比喻说，花东要做一条这个高铁呢，其实也是很容易啦。你看人家日本的东海道新干线，从东京拉到新大阪站，5年人家就做完了。可是大家要知道啊，花东要做这个高铁跟日本从东京拉到这个新大阪要坐高铁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为什么？因为日本当年在评估从东京拉到新大阪的时候，第一个日本的山没有台湾这么高。第2个，这个当初从东京拉到新大阪的时候，它是挑在地势没有那么高耸的地方，等于施工技术相对是比较简单的，没有那么复杂的。可是呢，你去看花东要做的时候，花东这个群山我们就不讲了。那光是那个地形的限制呢，你要做高铁难度就是高的。但是傅昆萁拿来做类比的时候呢，很多网友第一时间发现，其实是他把日本的东日本铁道跟日本的东海道把它混在一起，因为日本国铁的东海道跟日本的东日本国铁是完全2家不同的公司，经营范围也不一样，所以他在现场讲错，你可以发现网友其实看得很细。是完全2家不同的公司，经营范围也不一样，所以他在现场讲错，你可以发现网友其实看得很细，所以这个等于是说他拿出来的概念置换，等于混淆了在公共政策上面的意义，这是一件事情。那第2个是今天也有很多人很介意的，就是说这个刚刚前面提到行政中立，还是要再拿出来讲一次，就是大家发现。就徐榛蔚就县长要帮他的先生去做反罢免，这无可厚非，你有请假也就算了。但是问题是你的随扈，就他毕竟还是挂在县警局下面的员警，他如果还在帮你拿这个傅昆萁的反罢免文宣，这件事情有没有踩到行政中立上的红线？这件事就值得拿来讨论了。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你看傅昆萁因为
拉回来讲，就傅昆萁其实就是因为在这次大罢免里面，它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主轴啦。就所有的议题呢，罢免叉叉叉等于罢免傅昆萁，罢免傅昆萁就是罢免叉叉叉，到现在为止都是一直被拿来讨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的一举一动哦，我觉得他自己这辈子啦，大概都没有发现，媒体对他关注度最高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连手板拿反这件事情都会在网络上被大家拿来大为讨论一番了。任俊，可是你算一下时间，其实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就是整个在26号以前投票最后一个礼拜六、礼拜天，是可以想得出来，各方精锐进出。那媒体上如果照来看，因为这次台北、桃园跟台中是国民党的委员要面临罢免的席次大概最多的嘛，包括台北5席，然后桃园6席，然后台中6席。所以而国民党的优势某种程度来看的话，因为对他们来说，县市首长是蓝营的。是对，那你说6都里面有4都都是，所以蒋万安守台北，然后卢秀燕守台中，那桃园除了张善政以外，韩国瑜，那要顾桃园，另外一边包括青鸟，所有在7月19号的时候，那再飞回青岛东路，在那个地方做整个，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势必所有人都要把握最后这一个礼拜六跟礼拜天了。当然，因为再来就没有什么机会，再来就投票了，搬回了嘛。所以我觉得还是这样啦，不管第一个就不管大家的政治立场跟想法是怎样，726那一天就是投票。因为现在已经不是单一区域的问题了，现在看起来做起来就是整个的，其实老实讲就是全国性的一个事情了嘛啊。最起码24区嘛。我刚才录影的这个要开始前还看到他们那个什么环台的那个大绕境的车队啊，就从我们这边这样经过啊。所以当然我觉得这个议题当然热起来。那这个热对于国民党来讲哦，他当然寄望议题热，因为本来国民党就期望打热战嘛。那只是可能对国民党来讲，它会有一些局限的地方，来自于就是说，按照国民党朋友的说法，是蓝营的人本来就都稍微比较沉默一点啊，甚至他们叫做这个笃信敦厚哦，所以就不太觉得喜欢罢免，因为罢免毕竟是拿掉权力，选举是赋予人家权力，所以很多人对拿掉权力的这件事情，基本上会稍微比较保留一点。所以呢，国民党一直努力的想要把场子炒热。这时候就不能只寄望地方的人了，他就需要全国这些有知名度的，就出现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个状态哦。比如说他们办活动，哇，7月19号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县市首长，当然你会讲中台湾，当然是以卢秀燕为主嘛，可是你就看到包含韩国瑜哦、蒋万安这些，好，全部通通都要上来，许淑华这样，因为许淑华当然本身有在地的情况。不过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些的调整啊，比如说他让全场紧迫盯人的，不是那个区域联防。当然，就能叫的全部上来了。当然，而且这时候已经不是跟你打篮球了，这时候就是橄榄球了嘛。最好干嘛？你知道拓客路大家一起来，好情报什么的都的。刺枪术，也没到这么惨。讲该讲，你放心，这个不会，这个不会讲，这个不会罚钱，这个不会剪，对，讲该讲的就可以啊。不是，所以你看嘛，他当然希望就是透过这些，把那些可能对在地的政治人物比较冷感的，我一起拉上来。所以这里面还有包含到，人家也会期望还有连黄国昌啊，全部都要一起出来啊，守护民主嘛。其他的大家能来都来，韩国瑜也最好。你看，韩国瑜现在几乎也都每一场都出现了嘛。以前在那个场子里面是比较少出现，但我还是这样觉得啦去年立法院整体的状况，除了立委本身的表现，如果大家长期以来在关注节目，你会发现到节目在谈的还有立法院既有的体制跟规矩，是不是同样受到破坏跟挑战？因为包含到在整个投票的过程，包含到他们在整个审理法案的过程，有没有超乎以前立法院的运作？而立法院的那一个制度，是不是在这一届里面被彻底的颠覆掉？而那些成为后来乱源很多东西，它变成是一个，如果头都不成立，怎么会有后面？所以我觉得蓝营现在当然努力的要撑，所以要看不同的区域，特别是刚提到花莲，因为刚刚在讲旗子嘛。全世界最有名的一个旗子在什么地方？我不敢讲最有名，但非常有名的，就是这一张照片嘛。美国在硫磺岛之役。硫磺岛之役的这张照片，非常多人觉得这是一个精神的象征。我们军人出来的嘛，你知道美国为了这张照片后来吵非常久。对。
为什么？因为那张照片拍到的没有拍清楚的拍出那6个人是谁。是。到最后还去考证，因为本来美国国防部有一个是关于6个谁把这个旗子举起来的那个每一个人的简介，后来有被推翻嘛，说搞错了，说不是那个6个，原先那6个不是里面那几个，后来。把这个照片是重拍的，你在后面重新去对，他不是一开始的，他不是第一次的那个，因为第一次没拍好，所以那个记者跟不好意思，再一次，哇，6个再去拍一下。实壮是真的是第一个踏到月球，对啊，月球那个旗子比较重要。那个有对，我刚刚修正了一下嘛，我说这个算有名吧？我不敢讲，我后来发现不能讲最有名，但是这个有名嘛，有名。你一定会觉得我没事突然拉这张照片干什么？不是因为小平讲旗子，不管好，你一讲的我就很想听的感觉，好，继续讲。好，我知道，这个保证也不简单。旗子尤其在作战的时候，旗子叫做指挥中心。我们在部队的时候，那个连旗你有本事去拿看，大概只有传令能拿，因为它代表的是一个指挥中心嘛。蓝营现在有一个问题，特别是在花莲就有这种状况。就刚刚提到，比如说魏家，对花莲来讲，民进党的旗何尝不希望在花莲这个地方，对不对？插上来。可是它难，为什么？因为花莲的那个蓝的旗是有好几个人帮忙撑住。国民党，你说你真的在这个花莲有办法旗帜屹立不了吗？光靠国民党这个角色，我认为不是啦。他就像我刚刚讲的那张照片，他其实好几个人帮忙把那个旗子撑住。那现在问题来了，过往的时间被认为举着这个旗子的人，也就是在这个地方代表泛蓝举起旗子的那个人叫傅昆萁。那如果不是傅昆萁，别人不能举这个旗吗？魏家贤一部分，小玉的那个说法有点坏啦，我必须讲，你不要为了你要选县长你要选县长你就不表态你要想要包牌，他就是为了选县长他才包牌对。你好不容易5、6个人，大家一起把这个旗子拿，到最后就是我举着这个旗子，不好意思，大家帮我撑着。我这时候你叫我公开表态，说我把其他5个踢倒，就我一个人，老兄我把旗子撑住，他何必呢？他没有不想要吧？他堂弟还谁，就特别还弄了个脸书吧，说为了我们讲的堂兄弟，他不会中那个小玉的计的，不会，我觉得不是他的情况是这样。那对于傅昆萁来讲，我们看到傅昆萁在立法院的时候他需要跟你解释法案的时候，拿这个手板来，手板1、手板2、手板3，你看过这种傅昆萁吗？你不会看到那表示他当然有感受到的是，今天我傅昆萁在花莲举着泛蓝的旗，大家一起推了这么久，现在有没有人要跑了？张晋当然是一个角色但张晋明年他还是选议员嘛，他的议长的位置他先选到议员再说嘛，议员完了之后，那后面他各凭本事但是接下来花莲的那个泛蓝的旗，会不会像刚刚的那一个，大家推举完了之后由傅昆萁代表，还是由其他人代表？那才是今天傅家他真正在花莲，他需要去跟国民党那些泛蓝体系里面的人，他希望获得这些人支持的最重要的原因嘛。明凤，接下来这个礼拜有一场大家会瞩目的，就是7月20号，因为白营是办在民进党的党部前面，那很多地方都可以办，为什么一定要挑在这个地方？我讲说，因为蓝白之间的结盟，看起来白营其实把盟友这个角色发挥到淋漓尽致这一块。可是当然也有人在讲说，因为这几天刚好包括柯文哲的严家庭也在讨论这些事情。而所有这一切，那有人就讲说，包括黄国昌，包括是不是陈佩琪，所有这些出来，那对于小草的向心力或各方面，这部分你觉得在未来他们会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吗？我觉得你其他地方其实那个海报上面都有黄国昌只差是不是 C 位而已嘛，对不对？那可是不是 C 位也是 B 位就是在旁边嘛。那但是为什么要直逼民进党中央呢？那显然就是说，你黄国昌在这些所谓的演讲里面，或是民众党里面，这个发挥的影响力不够大。那你如果说你要把民众党的所谓挺国民党的部分要发挥最大，然后未来要拿取筹码的话，我直逼这个绿营的党中央，不是最
压力最大吗？我就把战车开到你家去，看你要不要出来投降或是怎样嘛。所以说，我觉得这有一种策略上运用，符合人中吕布的这个风格啊。那就是看你们民党要怎么应对。其实这种例子哈，就是你选举的时候到人家去财馆是很不好的，你知道吗？你记得最早的时候是四傻的事件呐，四傻是我们有一位不选立委了，然后那位踢馆跑去长安东路，他们到维新馆去，对不对？对啊，就是踢某一个姓谢的人的那个谢姓总统候选人。对，大家一定要讲得这么隐晦吗？我们不知道几年事情。那一年是对总统大选那一年，2008年那一次啦。不知道几年事情吗？那次国民党有一些委员是直接到了民党的总统候选人谢长廷那里，对，然后直接到那个地方去踢馆。你就讲名字，讲谢长廷会不会罚50万？讲了。这有一种策略上运用，符合人中吕布的这个风格啊。那就是看你们民党要怎么应对。其实这种例子哈，就是你选举的时候到人家去财馆是很不好的，你知道吗？你记得最早的时候是四傻的事件呐，四傻是我们有一位不选立委了，然后那位踢馆跑去长安东路，他们到维新馆去，对不对？对啊，就是踢某一个姓谢的人的那个谢姓总统候选人。对，大家一定要讲得这么隐晦吗？我们不知道几年事情。那一年是对总统大选那一年，2008年那一次啦。我们不知道几年事情。那次国民党有一些委员是直接到了民党的总统候选人谢长廷那里，对，然后直接到那个地方去踢馆。你就讲名字，讲谢长廷会不会罚50万？讲了。对。你还是你讲啊，我不，然后就是我觉得金马指挥部看了某种数据，对不对？然后就把他们4个出来道歉。对啊，那你通常这种选举的东西，如果你直接踩去人家家里面，如果万一如果平和的话，我觉得那就没有事。可是如果你发生纠纷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事情就闹大了啦。那所以说，我也看，就是这也是考验民进党的一个反应嘛。那如果你幽默的演一出《三国演义》给他们看，我觉得那就是充满了嘲讽的味道，那还不错。对啊，然后可是因为他们现在又要呼叫陈佩琪，我就怕那天场子上面。因为今天突然柯文哲的账号复活了，柯文哲的账号上面开始有人有写字的，就说那一定不是柯文哲写的嘛，那当然是他的小编帮他写。可是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借柯文哲的账号出来讲话？那有没有可能这个陈佩琪，因为他们说这个黄国昌好像不够力，所以要找一个跟柯文哲更亲近的人，那个叫别苗头，好吧？对，那这个就回到我们那个时代嘛，就是受难者的夫人嘛，对不对？受刑者的夫人牌，夫人就在里面，就在外面传达，我老公在里面觉得你们小草要出来怎么样？因为现实来讲，小葱就是不如小草的动员力嘛。你葱可能只有一撮，然后草还是一大片啊。那草可能不听葱的啊。草可能看不起葱嘛，或者是怎么样之类的。草是全国都有，葱3星多一点，不能这样讲。我讲什么你都可以应就可以了。可以，对，都可以接。草只有3星多一点而已嘛。对。那草不过就是你出去也看得到草嘛。那草的影响力当然比较大，而且柯文哲对草的影响力特别大。对。所以说，如果你这一趟的选举，你非得要搬出一个白银的人的话，那就是柯文哲嘛。那柯文哲，那你可能就是我觉得柯美兰也不够格啦，要么你除非就是陈佩琪或是柯妈妈。这样的人，我们就看20号会不会，或是接近26号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出来吹小草的票？那小草的票对就是国民党的罢免案其实也很重要。他可能会他可能不是可能不是很多的这个数量，可是它可能是关键的数量啊。那尤其说这个街上你听的时候，年轻人对这场是无感的，可是一旦动员了柯文哲之后，那个年轻人可能就有感了，而且有感的方面是往国民党有利的方向走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一场的东西就要看你民众党的布置到底是怎么样啦。那当然，就黄国昌个人来讲，
我觉得我就够了嘛，你干嘛叫陈佩琪出来？那到时候这个怎么样？所以说那个东西跟他个人的这个整个在党内的发展是有冲突的。可是国民党会不会在别的场子里头安排陈佩琪？或是在那个其实民众党在这个场子安排陈佩琪也都是有可能，那就完全取决于人中吕布的一念之间呐。所以说我觉得为什么会现在动员到陈佩琪，表示你黄国昌不行了。说实在的。OK， 张家。徐小新跟曹新成，因为这两位今天的对口也非常有意思。曹新成讲说，想说那个罢免跟就是他活得成活不成有关系，然后结果后来徐小新说，这是他这辈子终于有人要因为在乎他，然后决定要不要活下去的感觉。没想过徐小新罢掉比他女朋友离开他还痛苦。对，可是这一席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啊。基本上呢，徐小新因为呢，他也是我们知道说先前的所有情况里面嘛，所以他一直被大家关切。而这个关切里面呢，最后决定领衔去对付他的是曹新成。所以就变成是一个，就是说就老道要下来抽一，然后嘛，那上次曹先生讲的，对，是曹先生讲的嘛。那曹先生昨天呢，又在有台的直播里面直接讲出来了，要强烈的表达他的一个针对这样的一个坚定意志，但是老人家用的词呢，就已经变成了是这么强烈了。那徐小新今天也有回应，不过徐小新回应的时候，她老公叫陈燕里，是不是？还刘燕里？刘燕里。对，那显然原来徐小新说第一个有男人这么关心她，所以我不晓得她回家之后是有没有另外的故事啊。可是这个情况就是你把她拉到最前面嘛。然后这个时候呢，最大的东西，那徐小新呢，她的反应其实她可以不用这么说。因为这样说的话，只会激起就是双方彼此的强烈情绪。那双方彼此的强烈情绪，现在对他来讲，尤其是他这么被关注，未必是好事。但是呢，让卢秀燕帮他转的呢，也很奇怪。卢秀燕竟然说徐小新的被喜爱值最高，这个是卢秀燕讲的，对不对？那说是这样子，可是整个情况你会看到，就是说，基本上就是在东部整个不分歧是一个指标，然后在台北这边，因为徐小新现在就变成是一个加上真正的那个叫做一个老将亲征，那老将亲征他是不是汉中一样，对不对？黄忠是能不能打下来，大家很关切，所以就变成他是一个核心的关键。然后当然另外有一个人呢，最近也比较倒霉，不过呢那边上英夫妇在，我们就不用多讨他了。OK， 对，你知道他讲的，对了，你讲原知啦 ，OK， 对，但是小毕是韩国瑜在台北要车少，对。他首选第一场是在徐小新的车上，所以就表示他们重视的程度，对不对？对。那我先讲曹新成跟徐小新是分不开嘛哈。曹新成的老公哈叫做燕里，曹新成的老公，徐小新老公叫燕里。然后燕里很有趣哦，也会搞乱了，他老搞坏了，怕罚50万，心惊肉跳。然后然后那个钟佩君就很坏。因为她老公燕里长得很像那个陈水扁的儿子，很像，只是一个矮一个高。那有一次我看到她老公呢，就没打招呼。你知道我不是没，因为没那么熟的时候，现在比较熟了。因为我以为陈志忠来了，又长高了，就开玩笑哈。那曹新成是把老命都赌上，一个燕里。你们台 Anki 那不你何必说什么活不下去？这个也太严重了吧，曹新成。好。那再回到韩国瑜哈，韩国瑜，我跟你讲，这点上是说徐巧芯，那这个都是相关的人物，一定要描述一下。徐巧芯在这些政界里面的长官，两个人交情是最深的，一个是韩国瑜，一个是卢秀燕。她老公在那边就是当研考会主委，这是真心发自内心喜爱，是真有交情。所以第一站去站徐巧芯，我认为是毫不意外，好不好？我据我的内部的了解，同时呢。徐小新除了有交情，徐小新他也有他的外溢效应，好坏都是外溢，而且这个就是一战定乾坤，因为他实在很重要，也不止他个人那个选区嘛，不止只有那个松山跟信义所以我认为韩国瑜去是理所当然的不管从各方面需求、交情跟党的效忠等等。所以最后我要讲是真的是从区域联防变成全场紧迫敌人的。所以4分之3场的这个全场的4分之3场的包夹
我们现在设陷阱，希望他们掉入陷阱。我觉得其实你看那剩10天，包括我讲20号的时候，民众党要在你们那边党部前面要办这些，你们对于这些包括好了，那已经是直接踢馆型的一个办造势的这些，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包括剩下10天，你对整个大罢免有什么呼吁吗？这个黄国昌7月20号要来民进党这边办这个活动嘛？那当然我们一部分也是有点紧张了，因为很怕这个小草又上来一直要借美粉，那我们党部就没有美粉，这样就不太好意思。可是讲回来是说，我觉得黄国昌的战略其实也很清楚，我觉得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啊。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国民党对此没有反应，就是在我看来啦，黄国昌现在其实就是1分反霸，2分应付，7分壮大嘛。因为他来民进党这边，很明显就是要来刷跟民进党之间的对立嘛，挑起这个对民进党的仇恨值。可是对民进党的仇恨值也不会转化成对国民党立委的好感值啊。所以他为什么要特别来这边办这一场呢？这很明显是他要专程来民进党党部面前骂民进党，给国民党的选民看，对不对？我个人认为黄国昌是非常赤裸的，就是在复制当年这个共产党怎么样最后把国民党吃掉这套战略。你去看嘛，对不对？像例如说我们刚刚讲韩国瑜是一个关键角色好了，可是大家看，你可以 Google 韩国瑜最近站了这么多立委台，他跟谁的新闻联动最多？你 Google 打韩国瑜空格称赞，我刚看了前面10篇有8篇是在说韩国瑜称赞黄国昌美男子。所以就是说，黄国昌跟国民党联动的过程中，大部分声量果实是他自己接收了。那我们都知道说，黄国昌就是说他当然可以对小草有影响力啊，可是那不是组织票嘛，对不对？就是黄国昌有他的影响力，可他不是张俊，他不是我们讲地方议长，他不是这种一个地方型，他真的可以找到，例如说500-600人出来，他是要透过网络、透过媒体。那当黄国昌跟国民党的联动。新闻最后都聚焦在说，哇，黄国昌看到院长握手，哇，韩国瑜称赞这个黄国瑜是这个人中吕布。那最后这个声量果实，其实他是留在自己身上啊，是国民党的选民在这过程中看到了黄国昌的表现，但是小草在这过程中并没有看到，因此多看到国民党的候选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合作其实对黄国昌的民众党来说是一个单方得利的。OK， 那除了这个以外，当然你会关心到整个包括国际上啊，好了，就是关税这一块，你也会关心到，最近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说，因为我们现在在进行汉光演习，那会有一些中间的亮点，有人也许你会注意到，怎么会有像这样的假车啦，类似像这样的一些情形。庄家，汉光演习到目前为止，因为有一些人会注意到，包括像反舰飞弹发射车这些，因为这些对一般人来讲，平常你不会看到这些的。这一次还有什么样一些亮点？其实基本上汉光演习这一次有一件事情是非常具体的。把整个可能的发生状况推到最极致，演习就推到最极致嘛，所以这不是只是说金门啊，每个离岛都打个火炮，或者是对海面打一打，这个是真的是有可能在淡水河口进行斩首。那当黄国昌跟国民党的联动，新闻最后都聚焦在说，哇，黄国昌看到院长握手，哇，韩国瑜称赞这个黄国瑜是这个人中吕布。那最后这个声量果实，其实他是留在自己身上啊，是国民党的选民在这过程中看到了黄国昌的表现，但是小草在这过程中并没有看到，因此多看到国民党的候选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合作其实对黄国昌的民众党来说是一个单方得利的。OK，那除了这个以外，当然你会关心到整个包括国际上啊，好了，就是关税这一块，你也会关心到，最近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说，因为我们现在在进行汉光演习，那会有一些中间的亮点，有人也许你会注意到，怎么会有像这样的假车啦，类似像这样一些情形。庄家，汉光演习到目前为止，因为有一些人会注意到，包括像反舰飞弹发射车这些，因为这些对一般人来讲，平常你不会看到这些的。这一次还有什么样一些亮点？其实基本上汉光演习这一次有一件事情是非常具体的，把整个可能的发生状况推到最极致，演习就推到最极致嘛，所以这不是只是说金门啊，每个离岛都打个火炮，或者是对海面打一打，这个是真的是有可能在淡水河口进行斩首。所以他其实这一次里面整个淡水河反斩首做的最扎实，所以先前的时候我们先看到。那时候是前2年就听说美国的3角洲部队有协助过我们，怎么在河口上
进行阻击，所以你看这次有这个演习。然后另外一个还是有可能，因为他们的野马眼流气电船，上面可以载着一个装甲车直接送过来，所以如果顺着一个大桥直接就攻进来了。所以这一次你会看到，这一次呢第7天的时候，宪兵指挥部。就是整个也是卫戍宪兵，其实有很多时候是要作战的。当年的那个淞沪战役，最后是投下现金，投下宪兵的，对，全部都进去了。所以他们这一次呢出来，就是你会看到一个桥梁上，在桥梁上你会从空照图看6排的游览车，那个是做什么用？那个就可能是破旧的、紧急调度的，直接过去那是做一个主角，因为你要突破游览车要炸开它是很困难。然后在前面呢还有纽泽西护栏。那个也是一个紧急动员，而且另外一个状况是什么？就地取材。我们不可能在真正的时候全部有，但是还是要有一个真正的材料。这个材料叫艾斯科，这个黄富工程，它是1989年这一家公司专门做出来的。它呢里面是一个可折叠式的钢丝，还有一些里面一些胶材，一拉开之后，然后再灌一些材料进去之后，当你一个坦克车、大车一撞的时候，你是不容易把它给撞垮的。OK， 所以8道防护。然后这8道防护就是，如果他们的一些装甲车能够冲上来，想要快速的越过桥的时候，做一个实际的，过去可能只是一些板墙啊，做这些操演、纸上作业，这次是一个实际的操演，这个就会你看到亮点。那另外一个呢，一样的，还有不要让它后续过来。所以我们海峰一直我们的熊山，你就看到这一次在巴黎这边机动部署，那也是让它次后一波。没有第2级的机会，也做这个防护。然后当然现在还有一个状况是，虽然呢柯伯吉就美国的国防部次长说你日本、澳洲要表态，他们国家当然想说我们有宪法，我们怎么样？可是日本呢也公布了他今年度的防卫省的防卫报告。那这一次更特殊的是，他这一次呢讲了30几页，专门针对中国，而且过去的时候呢，它里面会把过去1整年。整个中国骚扰台湾的状况，用军演用什么，他们都把它列入它核心里面的状况。所以日本虽然没有表态清楚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但是把它纳入。然后另外一个，他也当把它归纳了，一个叫演习化，一个叫宣传化，一个叫常态化。但是里面更特殊的是什么？2015年，日本第一次把整个西南有事。就是台湾有事放到他们的防卫里面，当时他们里面还在评估中国渡海，他们的能量有问题。可这一次会特别提到，中国已经有6个2栖登陆艇，11艘2栖运输和攻击舰都把它纳入。他其实也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现在的中国跟10年前不一样，他要渡海，他的能力已经加强了。也因此，我们会看到为什么在巴黎淡水河口反斩首变成是这次演习中非常认真的一环。OK， 新王，我们的关税到底什么时候会公布？然后大概会多少？因为今天还有人把印尼的例子拿出来，他的关税，然后说川普自己去谈什么32到19，可是当然印尼还付出了一些其他的一些代价。当然不管怎么说，大家最关心的当然是我们嘛。然后媒体讲欧盟超不爽的30%，他们要组复仇者联盟，那。接下来呢？天下大乱吗？我要先这样讲哦，就是说欧盟现在讲的话，然后跟美国方面讲的话，你都可以视为在谈判过程里面，大家在互相在放话，在做施压的动作，就校正就都是在互相校正，然后都是一种筹码之间在互相在推。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上一次这个在5个节目上个礼拜，我记得我在讲到这个跟关税有关的时候呢，我就有告诉大家说，这个现在你看到川普这一阶段所寄出去的这些关税信，川普都有附带在说一句话，这都还不是最后结果，谈判都还在进行当中。付出了一些其他的一些代价。当然不管怎么说，大家最关心的当然是我们嘛。然后媒体讲欧盟超不爽的30%，他们要组复仇者联盟。那接下来呢？天下大乱吗？我要先这样讲哦，就是说。欧盟现在讲的话，然后跟美国方面讲的话，你都可以视为在谈判过程里面，大家在互相在放话，在做施压的动作，就校正就都是在互相校正，然后都是一种筹码之间在互相在推。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上一次
这个在5个节目上个礼拜，我记得我在讲到这个跟关税有关的时候呢，我就有告诉大家说，这个现在你看到川普这一阶段所寄出去的这些关税信，川普都有附带在说一句话，这都还不是最后结果，谈判都还在进行当中。所以你看每一篇这个关税信的新闻，其实后面都会在附带加这一句，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说这个美国跟这些国家，至少在川普的认为里面，都还在谈判交涉中，也都还在进行施压当中，所以这都还不等同于最后的结果。那为什么说今天要特别好2个部分？第一个先把印尼部分拿出来讲，因为呢，印尼这部分很特别的是，这个大家看到说印尼被课19%的关税，那号称是美国在这一波跟亚洲国家谈判里面最低的，就是印尼的这个19%。可是各位要知道一件事呢。这个印尼被课19%的关税，等于说印尼出口到美国的商品要被课19%的关税，但是美国出口到印尼的商品是零关税，是零关税，所以这是印尼付出的代价，等于是完全开放国内市场给美国，然后同时呢，在承诺说要跟美国方面买150亿美元的能源，然后跟这个一定程度的波音的飞机，这个是印尼要付出的代价。可是各位要知道，印尼为什么要付出的代价？因为印尼最大的贸易顺差的国家就是美国。它去年大概有将近180亿美元这样的贸易顺差呢，是来自于对美国的贸易。所以呢，看起来印尼最大的贸易国家虽然是中国，但是带给它最大贸易顺差的却是美国。所以呢，这也是印尼不得不跟美国要去谈的原因。可是你在里面可以发现川普的某个概念，就像印尼，我觉得这个它释放出来，印尼看起来这个谈妥的对象有一个很大的用意，它是要告诉你说，你要完全开放你国内市场，然后同时做到跟我美国，比如在能源上面跟我买能源，然后呢，跟我有一定程度的贸易往来之后呢，然后我才答应给你19%，号称亚洲最低的关税。他在做一个 sample， 然后让其他亚洲国家或其他国家看说，你要做到这个条件，我才愿意给你这样的内容。因为同样的状况，其实在欧洲也是发生。因为英国在第一波，你看它也是一样。对欧洲示范的国家里面，那英国当然已经退出欧盟了嘛。可是你看，美国在跟英国谈的时候呢，也是一样，释放出来谈妥的，它有10%的关税，但你欧盟其他国家就有30%的关税，所以表示说我川普可以给你的空间可以到10%，但是你还要跟我谈你愿意开放到什么程度。所以在这里面呢，印尼是一个可以让大家参考的一个标的，就是说美国跟川普团队心里的牌是在想什么。可是另外一个是在这个时间点也看到，就是说因为外交部的次长丢了一句话出来说，在这个时间不确定，也不能说谈判乐观。哇，这一句话我今天在看新闻的时候，变得好多的那个大家新闻下的标题哦，然后甚至在这个PTT 上面还有人说，这个难得这个政府这一次讲的话最诚实。虽然我觉得这句话用语其实有点过了，因为谈判过程中大家都不在这个时间不会把话说死，也不适合在这个时间说是乐观或是悲观，因为你在这时候释放出来，不管你讲乐观或悲观。台湾方面只要讲了，就是给美方的谈判团队一个讯号，所以美方在解读的时候就会认为你台湾在想什么，所以这个时间释放出来乐观或悲观，这个都不是一个适当的做法，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外交部的次长会说不能说谈判乐观，但他也没有告诉你谈判悲观，原因在这个地方，这个要中性的看。那第二个是，其实在这个时间，美国的一个算美国一个还蛮有分量的一个媒体叫做 Politico。Politico 呢，这时候释放出来讯息很有趣哦，跟台湾的媒体现在一直在说不能谈判乐观相对之下 ，Politico 这家美国的媒体反而，因为他这家媒体有趣，在他揭露很多美国的政治内幕了。这家媒体反而是报道说，台湾、瑞士、印度，他特别点名这3个国家，台湾、瑞士、印度在这一波的关税信里面，因为我曾经强调过哦。这一波收到关税信都不见得是好消息，大部分都是坏消息。所以他这个在 Politico 的讲法里面是说，台湾、瑞士跟印度这3个国家因为没有收到关税信，所以反而可能是好事进了，这是他的用法。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你会发现政府最适合的角度呢，反而是比较适合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去看美国谈判。等到比较确定的结果出来，我觉得对台湾来讲，这个坏事的几率相对是比较低啦。OK， 看来关税这件事情当然一定会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那对于整个大罢免还剩下10天，未来10天7月26号投票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谢谢我们见面，我们明天见，拜拜。